近日，美国国会发表了针对中国海军研究的公开报告。这份名为《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报告里面，目前着重讲述了中国海军主力战舰以及正在建造的新型国产航母和反舰导弹的发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年来，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与崛起，美国方面不愿意正视现实情况，屡次采取不友好的措施，针对和遏制中国海军。而就在近日，美国国会发表了针对中国海军研究的公开报告。这份名为《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报告里面，目前着重讲解了中国海军主力战舰的参数，以及正在建造的新型国产航母和反舰导弹的发展。这份报告总体上看起来类似于书店里面的武器大百科。前面部分讲述了中国海军的背景及发展，并且渲染一些中国海军的威胁。中间部分则是目前解放军海军、火箭军装备的主力武器以及即将建造武器的分析。最后则是中美海军舰艇数量和规模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此份报告还发表了正在建造的国产新型航母卫星照片，并且根据图片分析到，现在中国正在建造的这型舰艇的满载排水量在 8.5 万吨左右。但是根据2020年11月29日的新闻报道指出，卫星正在建造的船舶的图像表明，这个估计可能有点低。新型航母实际上的满载排水量应该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是一致的。目前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是10万吨，这个吨位分析只能让人觉得美国方面的情报分析人员不够专业。毕竟数万吨的大型舰艇，美方是怎么通过一张高空拍摄的一张平面卫星照片来断定航母的吨位的？不过也可能是美方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过分夸大我国产新型航母的吨位，来恐吓这些看报告的国会老爷们。美方接着分析到，这艘新型国产航母目前不再沿用之前辽宁、山东两舰的滑跃式甲板，新型国产航母采用的是平直甲板，采用电磁弹射的方式起飞舰载机，这将极大提高中国航母的整体作战能力。新型国产航母使用电磁弹射的方式是中国极大的技术进步，以前美国是从蒸汽弹射技术过渡到电磁弹射技术的，这期间历时数十年，目前电磁弹射也只有美国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装备了。中国从无到有仅仅用了10年时间，而且中国是直接过渡到电磁弹射技术的，堪称弯道超车，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以往中国的辽宁、山东两舰没有弹射技术，只能用滑跃甲板起飞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无法接受助推，只能凭借飞机发动机提供动力，加上航母的跑道长度无法和陆地机场相比，这就使得这两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不能满弹满油的起飞，这会影响航母的整体作战实力。但是随着电磁弹射在新航母上的应用，可以以极高的速度把飞机弹射出去，还能增强战机的出勤速度，加上弹射助推和飞机发动机本身的推动，使得战机具有充足的动力起飞，因此可以满弹满油，这将提高战机的最大作战半径以及战机的作战能力。虽然美方这份报告叫《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但是里面却出现了2款火箭军装备的武器，那就是具备反舰能力的 DF-21D 中程反舰弹道导弹和 DF-26C 远程反舰弹道导弹。美方认为这是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终极武器，并且对此类反舰弹道导弹表示严重的关切，因为中方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与广域海上监视和目标系统相结合，将使中国能够攻击航空母舰、其他美国海军舰艇或盟国或伙伴海军的舰艇。在西太平洋 DF-21、26能够击中海上移动的大型船只，美国海军此前从未面临过高精度弹道导弹的威胁。为此，一些军事专家认为东风系列反舰导弹是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
最后，美方又重点地对比了一下中美海军主要舰艇的数量，并且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舰队。但是美国人在此份报告又绝口不提军舰的质量。虽然中国海军的舰船数量超过美国，但是舰艇以小型战舰为主，而美国拥有10艘航母，总和吨位达到了110万吨，相当于整个中国海军吨位的 50%。 更不要提美国海军还拥有近100艘大型的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中国海军只有2艘航空母舰和20多艘驱逐舰，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海军进行对比。可见美方这份报告声称中国海军是全球最大舰队的结论纯属无稽之谈。综上所述，这份报告其实就是美国海军为了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所炮制的，里面充满了美方的各种偏见和臆断，实质上就是为了能拿这份报告哄骗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让他们多给海军打钱罢了。